带这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还是看到台海的讯息哦，因为离我们最近，而且在我们这个区域哦。首先呢，就是因为中共的舰艇哦，海警船之前不是有来这个台海附近，尤其在我们的东部海域这边有进行这个绕航啊，然后包含是科研船都回去之后哦，结果现在英法德罕见的进行了联合表态，好，包含的是英国在台办事处、法国在台协会、德国在台协会。24号联合发声明哦，说有看到近期观察到中共在台湾东部海域有新的活动，所以强调所有的航行权利跟自由以及海员的船舶安全都必须得到保障跟尊重。好，所以我们刚刚特别在国内提的时候讲到说啊，这个时候才讲不会太晚了吗？都半个月过去了齁。好，那美国的罗斯福号航舰哦破港，说有多艘曾通过台海的军舰也到了环太，也就是2年一度的环太平洋盛事哦，是在25号今天是正式展开，好，到7月30号才会结束。那你可以看到，这是美军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已经破港。好，那在今年演习有多艘曾经通过台湾海峡的各国军舰也都齐聚一堂，多架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机跟咆哮者电战机也停妥在飞行甲板上面。好，那当然2年一度啊，有31国来参演，不包含中华民国，但是呢，有人认为这就是一个蛮大的盛事。好，那波音公司的 MQ-28 无人机说要参与美国主导的太平洋联合作战演习。好，说无人机战斗机即将首次的在现实世界当中亮相。好，这是由波音公司他们这个波音防务澳洲公司跟澳洲皇家空军联合研发的 MQ-28 幽灵蝙蝠无人机，说会参加今年在南太平洋举行的勇敢之盾军事演习。好，那我们看到美日现在正在强化的就是第一岛链的防御。好，说因为上半年就有3场的军演。好，那我们看到日本的本土举行了3次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其中从这个月20号开始在九州跟冲绳等地展开了坚定之龙的联合军演。好，但是这么频繁的美日军演呢，也让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是这个有相关的呼应。他说，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了地区的和平稳定，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那美军现在他们海军也计划要筹获10艘的商用邮轮，然后来当作军事海运指挥部使用，寻求要快速的提升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后勤能力。那要满足的就是分散海上作战以及岛屿相关的运补需求。那解放军这边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嘛，他们也一直在追赶他们自己的武器，也让他们的自己武器提升。提升完之后，当然要秀秀肌肉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有航母加2栖舰，罕见的同框练兵。好，我们看到这是央视公布的演习影片说辽宁舰展示了战力达到一个新水准。075的2栖攻击舰、安徽舰罕见的参与相关的演训。那照片显示，好几架的直20直升机从舰上起飞。075型的2栖攻击舰先前很少跟航母并肩行动，所以也被认为非常的罕见。那当然就会有一些讯号嘛。那过去中国海军装备训练当中高航速被称为隐身刺客的22型导弹艇，最近也被发现经过改装之后重新刷上了海洋迷彩，未来将承接全新的任务。那据了解，22型携带着速度快的优势，将化身为近海作战的电子干扰平台，同时也有潜力改装成为无人的作战艇。好，那中国还有另外一项蛮厉害的，我们之前曾经讨论过的歼20，他说这个巨龙没有任何的内建机炮，但这不是疏失因为跟过往有一点不同，那只是因为中国认为机炮不值得投入成本这是一款用在飞弹进行远程打击的隐形战斗机，不适合近距离的空战。
因为机炮的重量、体积跟雷达反射的截面增加，其实对歼20来说是毫无益处的。那中国大陆我们知道，不管是它的军事能力提升，还是它现在手上握着一张稀土的王牌，都是它的底气。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跟日本的关系越来越差，所以它当然呢就用卡稀土的方式。好，彭博社就报道了中国大陆海关总署的数据，5月中国的稀土磁铁对日的出口量是比过去减少了34.6%，好，到了123吨，好，创下2025年5月以来的新低。那包含了另外是碳化钨，5月对日本出口也是连续3个月挂零。那知情人士透露，现在日本的驻华大使希望能跟中国的外交部官员来会面。但没有成功啦，所以呢，现在是拒绝对话的情况。好，那中国也是要进关键的矿产出口，那日本的企业就遭殃了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的企业执行长说啊，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我们当然是需要跟中国政府来商谈，但是如果被中国拒之门外，势必会给日本制造业造成问题呀。所以他们要求高市早苗要用外交途径来解决你不要只有想着政治。经济也很重要啊。那疑似违规出口稀土现在中国外交部证实拘留了2名的日本人。那中国大陆外交部这边的说法是，因为据了解2名的日本人违反了中国法律，那被中国的主管机关依法拘留，那同时已向日本通报有关个案的情况，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的日本公民跟企业来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好，但这件事情也有引发日本的一些反弹，所以你可以看到中日之间双方从去年11月7号高市早苗的言论之后持续降到冰点甚至呢在很多区域上面还有一点紧张态势。好，但不管如何，台海的这部分总归第一岛链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有升温的感觉。我们因为有一些战事的部分，我们先问将军怎么看？对，我们先来看这个歼20它没有那个机炮，那没有机炮，那以后近战怎么办？那原则上呢，它以后放弃近战了，都是远距接战。它挂了霹雳15可以打200公里，换句话说远程接战。如果是怕挂霹雳1洞，那可以这个最后面的这就是霹雳1洞，就是能够打20公里。但是问题是，那你在这20公里跟200公里就差距那么大，它挂霹雳12，霹雳12大概可以打60到100公里，看你空程你如果是空程越高，打得越远因为空气密度低嘛。那空程低的话，你打得比较近，因为空气密度大，它就是放弃机炮。为什么？你看那个歼20起飞的，它前面有压抑那个位置就是放机炮的位置。你刚好那个地方是有交联机构，为什么？加控制压抑，还有它的一些传送系统。那你旁边放的是机炮，你机炮跟这个飞机飞控系统的交联机构就摆在一起了，会互相干扰的。因为这个机炮出去的时候打的时候，它飞机会震动，你震动会对交联机构也产生震动。那你放在前面是雷达，你放在后面一点是机翼，你要平常放的位置都放在它现在压抑的位置。那其他那个以前的这些飞机，包含苏凯尔2机、苏3洞，它是没有压抑歼20有压抑所以这个状况呢就要考量要不要放机炮。如果它要再加装机炮，不是不可以。放个机枪包外挂，但是外挂就会破坏它的匿踪，所以它歼20很强调匿踪，所以它不外挂。那不外挂就是因为将来这个都是远距接战，没有这个狗咬狗 dogfight 的近战这种空战动作，这是会比较少了。如果打完了，远程飞弹打完了，中程飞弹打完了，剩下短程飞弹如果打完了，要离开战场了，不要再接战了。为什么？不近战。那美国在越战的时候。是 F4 U-04的战斗机是没有机炮的，因为这个是50年前，越战是50年前是不用机炮，就已经不用机炮了。后来美国空军后来跟北越的米格机在接战的时候，感觉到非常近的时候，它没有炮，还是要用响尾蛇飞弹跟那个 AIM-7的话就是麻雀飞弹，它就用响尾蛇飞弹跟麻雀飞弹接战。等到近的时候，它没有机炮。后来他挂了一个机枪包在外面，还是有用到，但是这是50年前了，50年后几乎都远距兼战了。这个有事没事，这个空对空的这个飞弹可以打200公里，好远的，都是绝对是世纪外的。
都几乎有的时候在相位阵列雷达来看的话，都算是远边了、远端了。所以我们看整个的空战形态在现在已经改变了，对，发生一些转变了，对，都是一些科技这方面的层次都相对的提升。另外我们来看的就是今年的这环太平洋军演，环太平洋军演从6月20号到7月30号已经开始了，是就在太平洋海域。那今年有3个特色，第一个规模最大，因为31个国家45艘各型的这个军舰，就海上的兵力，这45艘里面还包括5艘的潜舰，这潜舰最多，以前大概派3艘2艘而已，这一次派5艘的潜舰。换句话说，这一次非常重视水下作战。为什么？它的潜舰桌，你要去叫猎潜也好，或者拿潜攻潜也好，都会有它这方面的科目来做演练。第二个无人机，所以他这一次派的是 MQ-28，去年没有啊，去年连 MQ-9都没有派啊。那这一次派 MQ-28，真打一体的也出来了。换句话说，将来很重视，哪怕是水面作战。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乌克兰战争，看到的是伊朗战争，好多的大量无人机。将来我们知道，环太平洋军演已经看出来了，将来连海面作战，无人机也要大量参与了。是，也可以侦察，也可以打击，也可以小型的这巡飞弹，这个自杀型的无人机也可以来作战。那这个美军已经把它列入科目的考量当中了，所以这是一个特色。那由美国的罗斯福号的航空母舰来领军，那换句话说，这也是美军来做主导。当然，他们为什么皮程那么长，从6月20号到7月30号，这个30多天，7个这个6个礼拜，那这个考量在什么地方呢？考量它之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参谋作业，有电脑兵推，最后才实兵演练，还有火力射击，所以它科目的连贯性，它的排程是很长的。好，介大使怎么看？现在日本的这个产业界哈，有一些重要的产业，还有一些公司已经宣布他们的这个产品停产了。那这个跟中国大陆对于日本管制稀土出口是直接相关的。所以事实上的话，这个整个瓷土尤其瓷土部分那么就下降了34.6%。所以日本的信越化学已经对他们的厂商已经说，大概7月1号以后有关瓷类产品就要停止出货，没有原料，造不出成品了。那这个是你要知道，这个瓷类产品在这个机械还有引擎电，这个说马达上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没有瓷类产品的话，那它是不是只有瓷类产品停顿，是一个产业链的停顿。对，所以这个影响非常的深远现在看起来是无解。那所以日本的厂商就说，那必须要跟中国大陆谈，中国政府来谈。可是问题现在又没有管道跟中国大陆的政府谈。那大陆的政府只有外交部门说了一两句话，就是说原则上就是高市早苗要收回错误言论，要修正他的错误行为。那这个东西高市早苗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直接答复。那可是问题就变成卡在中间的是日本的产业，对，所以日本产业现在积极寻求管道。那么可能中国大陆的管道走不通的话，回过头来就要找高市早苗了，因为大陆可以挂免战牌，吃闭门羹，高市早苗不行，因为那是日本的产业。那除了这个就是说瓷类产品，因为相关的稀土被断绝，另外大陆对于日本的这个钨粉的限制几乎到全面断供。那钨你要知道，在这个抗耐高温的材料下缺少不了钨。那你这个你不要讲，你枪的炮管，枪管里面没有钨的成分，那个枪管打几下，枪就红了，枪管就软了，武器根本没办法用，武器就没办法用了。而现在它在芯片制造呢，又有一个材料也很重要，叫六氟化钨。日本有2家产六氟化钨的大厂已经说7月1号没有产品了，所以这个影响是极为巨大，所以渐渐会变成是高市早苗的问题。那所以我觉得日本的一个经济危机会导致可能会造成它的政治危机。对，所以那个中国大陆手上这个稀土牌还真的卡住蛮多事情的
好，邱毅委员怎么看？我接着大使来说，最近日本呢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高市倒产。高市倒产什么意思呢？就是高市早苗的错误的政策，造成了企业经营的危机，以致形成了倒闭的风潮，最后可能酿成的就是企业普遍的破产。这个叫做高市倒产，所以日本的企业急得不得了。我先讲几个重要的数据给大家参考。从今年的年初以来到现在，日本的中小微型企业已经倒闭了，已经歇业了，关门的有1万多家。这还不可怕，依照日本的专业机构的统计，日本有21万家，21万家哦，代表日本企业里面7家就有1家叫做僵尸企业。什么叫僵尸企业呢？意思代表这个企业的负债比例太高。你知道企业的经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你基本上如果企业经营不顺，你就要借贷，借贷以后这个债就越积越多，到最后本来是周转失灵，最后就形成破产的危机，这个叫僵尸企业。日本的企业7家里面有1家已经处在一个僵尸企业的范畴之内。那为什么会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日币疯狂的贬值，今天日币对美元已经到161.84，日币贬到这个情况，贬破200的可能性有没有？当然有。这时候进口成本就大幅度提高，进口成本提高就形成输入型的通膨，而照讲贬值会造成出口竞争力增加，可是大使已经讲了，中国大陆使出了绝招，把稀土、把商、把钨都给你出口给断掉了，所以产品也生产不出来了，又发生倒闭潮。所以出口竞争力提高有什么用呢？没有东西卖有什么用呢？第二个，通膨造成了物价成本的提高，尤其是能源成本。第三个就是利息提高，借贷成本更高了。第四个，现在不是少子化吗？而日本现在的年轻人得了一种病叫做懒病，所以缺工的情况非常的严重，所以日本企业急得不得了。这几天北京的练博会，好多人日本团去，其中最大的一个团就是贸促会所组织的团。这个团本来是由河野洋平带队，但是河野洋平过世了，所以只好由桥本岳来带队。他好歹是日本国会现任的议员，但是大陆的外交部只派了他的副部长华春莹来接见他们，所以这些企业普遍很失望。又听到高市已经说不参加11月在深圳的 APEC 的会议了，这一来的话，这些企业更加的沮丧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中日之间的关系就像螺旋一下是往下走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前几天才讲到说这美国最近鸡瘟的事情不断，也就是飞行器出意外的事情，在这个月就发生了5起。那当然，很多人就觉得这会不会跟美国的军纪有一些关系呢？那我们也知道现在美国的战争部长就叫做赫格塞斯他也不是专职的军人，但是却领导军队很多人有意见。结果现在23号，美国陆军在当地时间23号的晚上证实，美国驻欧洲与非洲的陆军司令4星上将他们在上任只有18个月之后，将被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现在是战争部长提前解除了职务。《
华尔街日报就说啊，这被视为顶尖作战将领的克里斯托弗·多纳修将军，显然就是川普政府清洗高级军事领导人行动当中的最新受害者。好，其实这也不是赫格塞斯第一次哦，他其实之前也常常发生类似哦，而且可能是找他比较心仪的对象啊，或是他的心腹哦，来接任一些这个职位。那赫格塞斯呢？你看再砍高阶将领哦，掀了美军的恐惧潮。好，这是《金融时报》报道当中直言哦，多纳修是在格塞斯在迫使之下离职的。好，这一次的解职哦，在美军的内部又引发了一次的震动，甚至有很多名前高阶军官都向《金融时报》说，赫格塞斯已经在军中哦营造出一种恐惧氛围，好，影响一路延伸到最高层的将领。好，这样子的清洗动作啊，我们来看到川普 2.0 哦，有超过20位的高阶将领遭到清洗。好，在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领导之下，美军1年多内已经有将近24名的高阶军事领导人退休或是提前离职。赫格塞斯上任之后，致力在削减军方高层的将领编制，还以更少的将军、更多的大兵作为改革的口号。很可怕哦，军事不是给你这样玩的哦，它牵涉到一个国家国力上面的发展。好，那当然美国现在嘛，你看刚刚我们说军力有问题，打美伊战争也没有赢还说赢麻了，结果是大输麻了吧？整个美国形象现在在世界啊，其实是有点崩盘的。我们就看到美国的士兵现在指控五角大厦负责人皮特掩盖了战争的灾难。好，这是美国军人跟他们的家属声称，在美国基地中遭受伊朗可怕袭击里头，他们所受的伤其实被美国的官员轻描淡写的处理了。好，不就是我刚刚一轮讲的吗？外界好像看来我们知道都是美国没有办法跟伊朗有做一个压过性的胜利，但是其实更多的是美国他们淡化了这场战争的状态。好，那美国的空军基地也爆发流感也导致了220人感染。好，那据报道说，德州的克拉克空军基地爆发了流感疫情，有222名的新兵受到影响。6月24号，有一位海军的军官也向军事新闻网站任务与目标来证实说，所有的新兵训练营的士兵再次被要求要接种流感疫苗。好，但是呢，这有被批非常的鲁莽啦。那以及现在大家对于川普处理世界事务的情形是缺乏信心。好，你可以看到这是 PU 36国的民调76%的人其实呢对川普处理很多的事情觉得没有信心。好，这是来自36国的4万多名受访者，57%呢对美国是持负面看法，50%认为美国是不可靠的伙伴。所以显示川普 2.0 的外交政策重塑了美国的形象，世人现在对美国是否值得信赖的质疑是加剧的，而且美国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当中，盟友跟伙伴日益认为华府不可靠、自私自利，而且跟全球的合作承诺都在减少。好，所以过去大家说美国是什么警察世界警察，现在看起来已经不是了好，那美国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匹敌，所以最近在搞什么呢？其实他们推了一个30年最大的核电计划，砸了175亿美元来贷款建10座大型的反应炉。为什么？有电力就是算力，算力就是国力。好，因为呢要发展 AI 啦，好 AI 时代的电力需求增加嘛，所以呢他们需要很多的电。好，那美国的西屋电气执行长就强调说如果我们想在人工智慧、先进制造跟未来产业当中保持领先，就需要更多美国的机载能源。好，那美国政府在努力当中，因为很担心被中国大陆直追，但中国大陆确实在 AI 上面也很努力在发展。我们看到北京智谱6月17号发布了一个专为长时间程式开发跟自主代理工作流程设计的开源旗舰大型语言模型。好，这个语言模型呢，在这个相关的分析评比当中说跟 Anthropic 跟 OpenAI 的旗舰模型并列全球前3。好，那同时这个模型呢，又在 Code Arena 盲测当中位居全球可用的模型第1，震惊了矽谷。好，分析也说过去中国国产的模型在国际领先闭源模型存在的一个差距。
但是刚刚立文讲到这个模型，其实被视为中国 AI 技术追赶美国的重要里程碑，所以现在大家就讨论中国到底能多快的赶上美国的 AI 技术？那是不是从追赶者现在要变成领跑者呢？我们看到纽时的报道说，中国从电池到稀土正在改写美中的科技版图。好，那当然引发了美国对技术依赖以及供应链风险的一个大戒备。好，我们还是看到了一开始的军事问题。好，那这个牵动的环节很多。赫格塞斯外行领导内行真的是让很多美国军人看不下去。我们先问介大使怎么看？对，赫格塞斯事实上他也受到川普的影响了，他也不能跟这些既有的美军这些高阶将领啊，或者他的那个整个的那个体系啊，好像相处的如鱼得水。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在1.0的时候跟军方有很多仇，结了很多仇，这个仇呢，这2.0要报仇是吧？这2.0要报仇，所以 Hexas 如果头脑清楚的话，就要清楚他不要在军队里面交错朋友了，因为他要搞清楚谁是川普的仇人谁是川普的朋友，可能他进去发觉以后，所有人都是川普的仇人，所以他也没选择。为什么？川普在1.0的时候，他曾经当时的参谋总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叫米利，对。那川普在最后他快要下台之前米利打电话给中国大陆的也是这个中央军委的副主席，跟他讲说，你放心了，我们这边不会打仗我们这边没问题，你不要紧张我们的总统虽然有点蹊跷我们头脑都很清楚的这个意思那后来川普说这个就是卖国对。那还有就是说，川普在最后阶段，事实上的话，他这个要发动群众去包围美国国会的时候那时候很多美国的军方都明白表示反对，而且甚至有一些退休军官，我记得他们联名信反对川普，然后一直强调说军队只效忠美国，不效忠美国总统。那个名单踩到川普大洋洋洒洒，我记得我当时还把那封信给他印下来，都是当时美国重要的军头啦。那所以对川普对他这些在军方的人呢，他事实上的话结过很深的梁子，所以这次故意找一个连校官都没有的尉官，好像来做他们的军头，一方面就已经够羞辱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摆明了你跟军方没有什么瓜葛，对不对？我要你好好大开杀戒，那些跟我有仇的还在烦我的人，你都要把他们弄掉。所以呢我觉得 Hexas 他必须要对川普有所表现，要在军队中要清洗掉一些这些对川普过去不忠，现在也不忠，未来也不会忠的这些人都要把它清洗掉。所以理由很多啦，有人嫌人家胖啦，或者嫌人家什么体重过重然后说你们这些都是 DES， 你当时各个理由都有，各个理由都有。那可是他自己本身也不检点他已经被爆出来了，他去参加那些活动的时候，他带了他老婆，还带了7个小孩。你知道他为什么7个小孩？他自己跟那个前妻生了3个，他太太又跟前夫生了3个，然后他跟这个现在的太太又生了1个，就7个小孩。然后去参加诺贝尔的，不是就是说诺曼底登陆典礼，他全家都带去，小孩就7个，还带着太太。人家说军方说从来没有说这种活动，防长还带着这么多小孩去，所以他自己本身也有问题。那我觉得这个被爆这个提前这个被离职的上将，我觉得他也没有参加美伊战争，也没打输，那为什么被提前离职呢？那一定是政治迫害吧？应该会有一些纠葛啦。对，好，将军怎么看？那美军的这个专业形象，我认为有4维，你用了赫格塞斯就可以知道是政治挂帅，不是专业挂帅。军队名嘴对，变成名嘴，因为这个是军事是非常复杂的。美国5个军陆海空加上海军陆战队加上太空军，5军37个上将。我们来看呢，然后他这个国防部长，你出来当国防部长，统领这37个上将你自己条件够不够，位置坐得稳不稳？要有4个条件，要是第一个，你有一个显赫的学历，可以大家很敬佩你，你很厉害。赫格塞斯这是大学毕业没有赫的军事学术，没有任何的军事学术背景。连战争学院、指挥参谋学院都没有去过，他军事底子非常薄，只是嘴皮好。那问题是脑袋空
军事领域你要知道非常复杂的，军队里面啊，光专长就有2000多个专长呢。是，你能拿几个专长？所以每个人都是非常专业、非常细。他懂了多少？他军事学术没有任何军事学术过。好，没有学历，那就有经历。经历有没有？赫格塞斯是2003年入伍过，他是少校退伍，他最高的这个职务排长，连连长都没干过，连长、营长、旅长、师长通通没有干过，最高的就是排长。排长一个排30个人，一个排下面3个班30个人，一个班10个人，一个排3个班30个人，他就是最大就是当个排长，连连长都还没干过，不要说营长、旅长、团长还有师长都没有干过，他空的，他这个军事上面的素养跟学术还有经验不够，他对这个37个上将讲话的时候心里都会虚，因为37个上将比他懂得多。因为他们都能升到上将，那军旅生涯大概都历练了35年到40年，那经验都非常的丰富，状况的掌握非常。问题他指挥啊，变成了一只绵羊指挥一群狮子，麻烦了。狮子每个都很凶猛威武，但是绵羊什么都不是。所以现在他要把狮子砍啦。没办法，那就砍狮子啊，因为这样才能够这个彰显绵羊这好像有魄力。但是绵羊就是绵羊啊 ，DNA 就是绵羊，没有办法。好，第3个的条件就是说，你有没有赫赫战功？他也没有赫赫战功。你们说打过什么？他这个少校退伍哦，总共加起来，总共拿了勋章奖章加起来6个，大概也差不多。按照台湾这种标准，一个少校退伍拿个6个勋章奖章，大概就是平平普普啦。有没有说他得过紫星勋章，作战受伤过，为这个美国有牺牲奉献？也没有，他也没得过紫星勋章，也没有啊。所以他的赫赫战功也不具备。你知道美国这些上将37个上将都有战功的哦。打过伊拉克战争，那个又打过阿富汗战争，那个又参加波湾的一个什么，都是很有他的一个战功。看他挂的这些勋表就是了，结果他没有，他赫赫战功没有。好，这个都条件都没有，没有具备也没关系，辈分够不够？我的辈分够高，我是大家的大学长啊，我也可以指挥。他才47岁，太年轻了嘛。可能这些上将里面的小孩子跟他的年纪跟他大概相仿，所以他做不行，所以他可能就变成政治挂帅压倒专业，所以这一次伊朗战争啊，打的，我们不要讲说708了，我认为打得非常不理想，因为他是外行指导内行就错了。好，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啊，军队里头怎么会那么八股呢？不是，其实军队里头非常严谨哦，他们的那个阶级制非常重要，所以他几乎是打破了很多过去的状态哦。所以接下来美国的国运哦，或者是你看很多人对于川普处理世界是缺乏信心的。我们邱毅委员，将军刚才说得好，赫格塞斯担任国防部长，现在叫战争部长，是一头绵羊带着一群狮子。问题是这只绵羊如果懂得领导统御，好好的做个部长的角色，那也就罢了。偏偏他又是一个拿着鸡毛当令箭、小肚鸡肠的人。他一到了军中，他就扬言要清洗，要把过去拜登时期、民主党执政时期的一些他认为他不喜欢的将领，他要清洗一番。其实在他上任1年多以来，他已经清洗掉了24位高级的美军里面高级的将领，逼迫他们提前退休或者提前解职。可是这一次他踢到铁板了。克里斯托弗·多纳修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三角洲部队出身，所以他在特战的系统里面，他是 No.1。我们讲到三角洲部队，到委内瑞拉去把马杜罗夫妻抓到美国去的，48小时内解决掉所谓的委内瑞拉的问题的，就是三角洲，就是三角洲部队。好，另外还有一个更了不起的，克里斯托弗·多纳修很得到拜登的器重。那时候拜登要阿富汗撤军，那时候一团乱，喀布尔一团乱，可能会有严重的伤亡，所以他请这位4星上将去作证。你知道哦，我们看过很多的大撤退，
都是高级将领自己先跑，他不是他最有名的事件就是阿富汗大撤退，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这个在美军的传统里面，他就是个英雄。你现在把英雄逼迫他提早退休，然后还侮辱他，说正在调查阿富汗撤军的内幕，显然想要抹黑他，你就会激起军中强烈的不满嘛。所以现在大家在讲赫格塞斯有2个问题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很简单，你去打胡塞武装的时候，你不是参与泄密吗？那时候你保住了你的位置，没有下来，事情好像雷声大雨点小过去了。是委员。好，对，差不多。最后一句话，第二个就是伊朗这一次战争美国的挫败，你赫格塞斯提供的错误情报，你要不要负责任？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还记忆犹新吧？年初的时候，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抓到美国了吼。那这一场大家哇惊呆了。结果呢，现在委内瑞拉在今天最新的讯息是，他们有2起的地震，而且7.1、7.5的强震，间隔只有39秒。好，那包含首都的卡拉卡斯明显的摇晃，很多的建筑物都倒塌了，连机场都因此损坏。好，那为什么这么严重呢？主要时间短之外，它还是因为浅层地震的关系，是极浅层美国地质调查所有一些相关的数据。那因为震央也靠近加勒比海的沿岸所以美国的海啸预警系统也发布了，提醒了波多黎各跟维京群岛必须注意海啸。那现在的委内瑞拉代理总统他说全国进入到了紧急状态。那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他有一些相关的说法。好，但是委内瑞拉连2起规模系以上的强震现在呢也预估说倒塌的应该会酿上万人伤亡说超过死亡人数1万人的几率是44%，那超过10万人的几率30%。那一轮是看到相关报道说是有15栋的建筑物都倒塌所以这次真的是蛮严重的。那委内瑞拉这样强震之后美国有动员来进行搜救跟物资的紧急驰援，但是我们还知道川普之前对于委内瑞拉是非常的怎么讲鄙视吗？好，他现在讲到了石油的事情，我们来听他怎么讲。好，所以战争在川普的眼里是一种成本、金钱上的考量。好，所以呢 CNN 现在说，马杜罗被捕之后，其实委内瑞拉的局势没有稳定，又遇上了强震，重创了经济。那甚至美国还自曝说从委内瑞拉运回了将近是32亿的黄金。那现在委国民众非常想念马杜罗，说美国赚取了高额的石油利益，国内的通膨却是空前的成长。确实很悲哀那另外一个悲哀的地方就在赫姆兹海峡，因为呢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谈出一个最后结果，看起来是往好的局面发展了王毅也希望是如此，所以他就特别跟巴基斯坦的外长通话，不能重燃战火说下一个阶段应该做好3件事情。那伊朗的国会议长则说美伊的协议就是美国的战败宣言那当然美国就说是伊朗的战败宣言各方说各方的。那川普现在又开枪他跟他们自己党内的议员说他是 loser， 说谁呢？说的就是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好，他们为了伊朗的政策爆发了冲突。好，之前是说上个月刚成功让卡西迪在共和党初选落败川普让他落败而且呛他是 loser， 还要他坐下来。卡西迪就回应说，没有人可以命令我坐下。好，一轮查了一下，一定要讲卡西迪呢，他这一次初选落败就是因为川普找人挑战他。好，他们之前的恩怨是2021年的时候，卡西迪在弹劾案当中投下过赞成票所以又符合刚刚大使讲的，川普是会记仇的呢好，看到委内瑞拉的强震，我们当然是予以这个哀悼。那我们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没有太多人员这个不幸。好，我们先问介大使怎么看？对，其实我每次看到川普在炫耀他从委内瑞拉做了对美国有多好的事情，我在想说，那委内瑞拉的老百姓难道都不知道，他们的国家正被美国这样抢掠那么多资产？对，那川普都讲出来了，
我赚了多少钱，赚了多少钱，然后我这个军事啊，跟我现在使用的费用，跟我现在的这个花出去的钱，哎呀，只有几百分之一啊。那我就觉得，那委内瑞拉现在这个政府怎么样取信于他自己老百姓？这个国家被美国这样子剥削，那他政府都没有感觉吗？被美国掌控了，被美国掌控啊。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一次有很多真相又露出来了。其实就 IMF 的跟这个数据哈，你从这个美国接管以后，通膨往上涨到600%，这是一个多恐怖的数字啊！那所以说，美国把委内瑞拉搞成今天这样子，得益的是美国，获利的是美国，失败的是委内瑞拉老百姓啊，苦啊！委内瑞拉老百姓过得越来越苦。现在又这个大地震的话，那我觉得委内瑞拉局势的话，会变得很混乱不可测。那所以川普他也是很震惊啊，他说哇，这个事情不好了啊，他想要想办法去什么做人道救援，我们就看美国能做多少吧。那可是这个当时美国支持的委内瑞拉的反对运动的那个负责人的女士啊，她也在那边放话，她说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委内瑞拉是全世界最封闭的国家，连对外老百姓人民对外的联系都已经被断绝了。所以呢，现在这次这个发生地震以后，外界连这些在委内瑞拉有亲属的这些海外的人都不知道他们亲属一些状况，所以这个状况就很奇怪啦。川普说委内瑞拉得救了，可是委内瑞拉变成一个最封闭的国家，难道美国不知道，还是美国造成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些政治人物的话，经过事实检验都不可信。邱毅委员怎么看？委内瑞拉的人民现在应该开始怀念查韦斯时期了。查韦斯时期，委内瑞拉的社会福利多好，虽然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至少把委内瑞拉治理得很好啊。好，查韦斯莫名其妙的死掉了，到现在死因不明。很多人说很可能是摩萨德，也有可能就是美国 CIA 搞的，但是不知道。那接替他的马杜罗能力比查韦斯差很多，但是那时候委内瑞拉人民对他是有所批评的。可是比较起现在的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来说，那马杜罗又好多了。有比较有伤害是啊，一比较人比人就气死人。好，刚才大使提过一个重要的数据，今年的年初以来，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高到600%以上啊！600%以上是什么情况？那就是当年在大陆，马上大陆要沦陷之前，大家看过《滚滚红尘》的电影，那个时候整个上海的通膨情况一发不可收拾。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嘛，马杜罗被抓走了以后，美国就派出了他信赖的罗德里格斯来担任代理总统，然后就开始把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吸得干干净净的。这个不是我这里在讲，这个是川普自己承认的。刚才在电视的 VCD 里面，他自己说了嘛，他把委内瑞拉的石油的收益把它榨干了嘛。因为要榨干委内瑞拉的石油收益，所以他又限制委内瑞拉石油的出口。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所以通膨一发不可收拾。这就是现在问题的主因所在。好，那现在天灾又来了，连续的1分钟以内2次7.1、7.5级的地震，而且是浅层的地震，你很明显的你是雪上加霜嘛。这时候对委内瑞拉来说是一个沉重的伤害。川普上来以后，跟赫格塞斯搞了3个战争，第一个就是我讲的胡塞武装有问题泄密，第二个就是委内瑞拉抓马杜罗夫妻，那现在后遗症出来了，第3个伊朗的战败嘛，谁要负责任？难道不是赫格塞斯要负责任吗？将军怎么看？
委内瑞拉，我认为他出的问题有3个。第一个，他高失业率，到失业率人没工作，治安就会败坏。为什么大家会去偷、会去抢、会去卖毒跟吸毒？会想一些歪脑筋。对，就变成这样了。所以他治安也很不好。那治安不好，你讲的经济好，那不可能的事情。委内瑞拉到现在为止，他这个3100多万人啊，他的国民所得每一个人每一年才1800块美金，1800哎，非常穷哎，穷你就根本没办法，就是饮食卯粮了，你根本没有存钱啊，我们没有办法存，我根本吃都不够，我怎么存钱？那对我们知道对经济波动的忍受度几乎没有办法，我没有存钱，我没办法去应付这些的扩张性的需求。那第二个呢，它是外汇存底，外汇存底也没有存，国家都没有存钱，外汇存底129亿啊，它比外债还少，外债那么多。这个129亿，你根本从怀掉算了，变成外债的还债压力，还有外债的利息压力，也让委内瑞拉喘不过气。它最大靠石油，它曾经石油占国家总收入、总出口的总收入占80%，现在降下来了，因为委内瑞拉制造业有点回升，然后石油这方面的这个赚取的这些钱呢，有点下降。但是问题是，它靠石油，再靠现在很浅薄的制造业。并没有办法让委内瑞拉的经济能够快速复苏，因为在委内瑞拉虽然它的石油的蕴藏量非常的多，但是开采成本也高。你开采成本高，你就变成这个成本高，你所能获得的利润就小。那你还能够赚多少？所以委内瑞拉我们看啊，石油那么多，你靠石油赚钱就可以了。但是问题不一样，你深层的石油跟浅层石油是不一样的。那成本高，你换句话说，你这个能够赚起的利润。跟能够偿债的空间也是相对有限啊，所以我们看委内瑞拉还有最后一个最大问题，政局不稳定。政局不稳定你想要去发展经济可能性不行。你现在换来换去，通膨那么高，你谁上来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通膨的问题。你看又穷怎么样去解决通膨的问题？你都已经够穷了，物价一上涨，那个敏感度非常高啊。我有钱，你物价上涨个一些我受得了，但是你大家都穷光蛋。你物价一上涨，大家眼睛一瞪这个买不起了，吃不饱了，那这国家要怎么样去在已经走入恶性循环，我们这样的恶性螺旋下去了，你怎么样变成良性螺旋能够上来呢？那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尤其政治不稳定，你想要解决问题门都没有，要有一个很稳定的政局才能够解决经济的包袱，但是目前看出来不行。那个马杜罗被美国总统抓到那个美国去审判。有没有说抓到了马杜罗之后呢，给一大笔的资金来给委内瑞拉做一个重建？没有